各位朋友，你能相信吗？粉专迷台视民主的2位版主，因为制作图卡把11名检察官和3名法官的照片合成，加上血痕，写上命债命还，结果怎样？他们被羁押禁见2个月，现在更被检方以恐吓、违反革知法煽惑犯罪起诉，现请量刑6到7个月。可是另一边呢，青鸟运动的支持者曾在街头设灵堂，甚至举出要枪毙黄国昌的实体看板。到现在1年多过去了，没有搜索，没有羁押，没有起诉，这种司法标准还要告诉你没有政治力介入，你敢信？今天我就要带大家来揭穿这背后的荒谬双标，它不是单纯的司法问题，而是政治手段下的假自由。看到最后，你会明白这件事跟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。事情是这样的，2025年前北市副市长彭振声的太太坠楼，社会舆论瞬间炸锅，大家关心案情发展，焦点落在司法单位的处理态度。2名小小粉专版主因为愤慨去找了金华城案法官与11名北检检察官的新闻照片，制作成网络图卡，其中1名小草更情绪化，在图片上加了命债命还4个字。结果呢，司法系统立刻大动作出手，说他们这样的行为严重挑战司法威信，让社会惴惴不安，于是直接羁押禁见2个月。更夸张的是，检察官最后还求刑6到7个月，仿佛这2个人是多大的社会乱源。但让人瞠目结舌的是，就在差不多的时间，另一边的青鸟运动支持者在公开街头集会时，竟然堂而皇之地替黄国昌设立灵堂，还树立大型看板，上面赤裸裸写着要枪毙在野立委。这样的字眼，这样的挑衅，如果换成在野阵营的人干，早就全台大搜索，警调夜袭，检方立案起诉。可是结果呢？1年多过去了，0人被搜索，0人被羁押，0人被起诉，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。各位，这样的反差不是偶然，它是一面照妖镜，照出了我们台湾司法的双重标准。对在野的敢质疑政府的人，司法像猎犬一样追杀；对自己阵营的，纵使言辞夸张到挑衅国会，却能全身而退。而这种双标才是真正让社会不安的根源。支持民进党的人常说，第一，这是司法独立，没有政治介入。好啦，听起来很漂亮，可是司法独立怎么会独立到只针对在野的人独立？面对小草就能立刻羁押禁见，面对青鸟就能一笑置之，这叫独立还是选择性正义？第二，小草的字眼太过激烈，必须依法办理。好，我们承认命债命还4个字确实偏激，但问题是青鸟那边出现的社灵堂、枪毙立委，难道就温柔可爱吗？如果那不算激烈，那什么才算？难不成在绿营眼里，刀子捅人也能算表达自由？第三，社会秩序需要保护，这句话更是荒谬。秩序当然要保护，可是司法如果自己搞双重标准，才是真正摧毁秩序的凶手。人民不是傻子，看得一清二楚。同样的行为，一边重磅，一边放水，社会秩序怎么可能不崩坏？说到底，这根本不是司法的正义，而是政治的算计。抓小草是要震慑异议者，警告所有敢质疑政府的人；放青鸟则是要保护自己人，维持政治能量。讽刺的是，民进党天天喊民主、自由、司法独立，但实际行动却是双标护航、选择性执法。各位朋友，这样的操作如果不叫双标，那什么才是双标？司法最重要的原则叫一致性，同样的行为必须有同样的标准。
结果呢，小草只是把新闻图片加工，加上几句偏激字眼，就被压2个月，还要面临刑责。而青鸟街头公然设灵堂、立看板、写墙壁立委，却完全没事。这样的落差，人民怎么还能相信司法？一个双标的司法不是守护法律，而是掏空法治。有人会说，这不一定是总统或高层直接下令，没错，但问题在于检察官揣摩上意的文化，凡是针对在野立刻大动作，凡是牵涉自家阵营装作没看到。这种办案方式不是依法行政，而是赤裸裸的恐吓，讯息很清楚，你敢讲话就给你好看。司法本该是人民最后的庇护所，却成了执政党的震慑工具。民进党最爱在国际上喊台湾是民主自由的灯塔，但你仔细看，这盏灯塔的光只照得到自己人，挺绿的人。就算把话讲得再夸张，司法也选择尊重言论自由。可是，一旦你质疑政府，哪怕只是用比较激烈的字眼，马上可能被羁押、被起诉。这种选择性自由根本是假象。民主不是只给自己人用的特权，民主如果没有平等，就一文不值。但朋友们，最重要的一点是，选票才是真正的审判。8月23日的大罢免案，民进党虽然动员所有资源，结果是32-0全败。核3研议公投更是直接打脸非核家园的谎言。人民已经用行动告诉民进党，我们不再相信你们了。司法可以双标，检察官可以选择性办案，但是最终人民会用选票给你最严厉的审判。从小草事件到青鸟事件，我们看到的不是司法独立，而是司法双标；不是民主自由，而是赤裸裸的政治打压。赖清德口口声声说社会期待朝野对话、合作、团结，但当司法这样选择性执法，还有谁会相信？朋友们，真正能改变台湾的不是检察官的一纸起诉书，而是你我手中的那一张选票。2026年、2028年，只有全民一起站出来，才能彻底下架这些贪官污吏，才能让台湾回到公平，回到正义。最后，我想问大家，你觉得这是司法独立打1，还是司法双标打2？请在留言区留下你的选择，也别忘了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把真相传出去。因为只有我们的声音够大，台湾的未来才不会被这种假自由、真打压的政权绑架。